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边境模型，它所出的日本海军的高速战舰金刚号。那我在介绍金刚号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去年的10月，也就是 Border Yamato 上市的时间点。那 Yamato 上市的时候，在中国的境内就造成了轰动，因为中国境内的模型爱好者都觉得，它的 Yamato 就是问题非常多的一套产品。然后在境内的网络上，那他们的平台上就已经骂声连连。那后来事情已经烧到了这个延伸到退货很多的这个时候 ，Border 就开始找人帮他组装模型然后拍摄影片，试图要止损挽回中国境内的销量于是就开始找了台湾，因为台湾的代理，毕竟台湾跟中国大陆我们的语言是互通的，所以台湾的代理商就找人看能不能够愿意接这个 case 首先我必须声明这个 case 是无偿的，没有任何的费用。然后代理商找人，有的人就没空，有的人不愿意那最后代理商找到我就说可不可以帮他们拍这个影片，所以就直接寄了一盒Yamato的模型过来。那台湾代理商跟我说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专门在做日本海军。代理商也直接跟我说，不可以偏袒任何厂商也不会去偏袒边境 border。产品好不好直接说，如果产品真的不好就直接讲出来所以台湾的代理商是非常的公正的这个立场。然后我就帮了 Border 拍了第一次的影片，那部影片就是跟 Verify 的 Yamato 来做了个比较。那 Border 的老板呢觉得不开心还检讨我说里面他有很多很优秀的地方我并没有提到，叫做只字不提。那就在那边 murmur 就开始在 complain 了觉得我的影片拍得不够好然后台湾代理商就说好吧，那要不要再帮他拍第二次？好，所以就衍生出了第二次Border Yamato 的 review 的影片那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品项都介绍完了以后，我开始制作了 Border、Tamiya 以及 Verifier 这3家厂商的 Yamato 来做一个组装上的对比详细的影片都在之前的影片里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觉得站在我的立场，对着我的观众，我不能够欺骗任何的观众，所以在结论之后，我就觉得 Border 的 Yamato 就是垃圾它的塑胶件我可以接受，它的组装上还可以，虽然有一些设计是不合理的然后它搭配了一个非常烂的 3D 列印件，再加上搭配了超级可怕又难用的蚀刻片所以我在影片的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Border 的 Yamato 就是垃圾没有想到Border 的老板看到了这个影片之后，就打电话给台湾的代理商，让台湾代理商转告我，警告我不要去中国大陆我真的觉得他蛮好玩的好 OK， 那今天我依旧是站在公正的立场来测评 Border 的金刚然后顺带提到一点的就是 Verifier 的金刚有可能在明年就会上市，所以影片测评之后，给大家看了所谓的细节内容以后，那要不要买就是看着各位以后我会直接就开始制作所谓的组装的影片，那到时候大家再去参考需不需要买这一艘金刚号。因为这一艘金刚号说实在的它非常的便宜它一盒的售价只需要100块美金如果你在网络上找不到100块美金的金刚，那你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联络，或者是直接到我的网络的商店去找我会把100块的美金的金刚号
拿出来卖。然后我们开始看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在模型店里面看的都是第一个直觉就是模型的外盒哦。那这个外盒哦，一样是有一个 Jason 王文秀先生画的。实在上，说实在的，它的盒绘封面相当的漂亮，就是作战的场景，这个画的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哦。然后标榜了它是冲海战时候的这一个场面哦。就是它的金刚是属于1944年这个左右的时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哦。我已经大部分的板件都进行了所谓的拆带，然后稍微看了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所有板件，来开始细看。那开始看板件的时候，我必须说一句话，我必须声明一件事情，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然后你的观感每个人不一样，所以看的面就不一样。这不应该，我不应该去左右各位，所以直接使用影片给大家看。第一个，来，我们看它的甲板，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第二层剑桥的这个建筑物上，铆钉开得非常的细致，所谓环境的定位孔，它也有开出来给你，所以你在安装蚀刻片的时候会比较简单，因为它已经开好了预留孔，这一点我是觉得值得赞赏。好，然后来第二层的甲板，你可以看到它的木纹，它是属于一个蛮切起的这个状态。所谓的切起，你看，你就很明显感觉到，它的断层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甲板的接缝，并不会在同一个直线上，有两个重叠的，可是并不是全部都在重叠的一条直线上面。所以以 border 来讲，我不认为它的这一些套件是有经过所谓的考证，它应该就是做起来像个金刚，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要以考证的话，它的这艘船，我觉得基本上甲板就已经不对了。OK， 好，可是不得不说，甲板的纹路开的是非常的深啊。然后再来主炮，一样在主炮上，该安装蚀刻片的点位，它都有帮你开出预留孔，所以相对的，你在制作它的炮塔的时候，你在装蚀刻片是蛮轻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分模线，这里有分模线然后还是很奇怪的形状，这里也有一块有点像是补丁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是到底是怎么回事？OK， 好，然后我在这块板件上看到了救生圈，这个救生圈看起来也还可以，可以接受。好，再来小艇，小艇的这个设计我觉得也非常的 OK， 因为你只要涂完甲板，甲板的颜色上好了，前面这一块上军舰灰，然后这个机构你直接再上色，你把它组装上去，小艇就完工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小艇的设计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可以的东西。然后这一盒金刚它所奇妙的点就是它有附给你蚀刻片，它也有附给你 3D 列印件，唯独这一个旁边的这个塔，它是给你开塑胶件，它也不给你蚀刻片，也不给你 3D 列印件，它硬是把它开成了塑胶件。
这个是福基米的 Congo， 然后搭配 Pontos 的改套，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使用的是金属蚀刻片所堆叠而成的，所以它的细致度一定会高于所谓的塑胶件。好，再来就是小艇的部分，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小艇，然后以及弹药箱。弹药箱的状况看起来是还可以接受啊，弹药箱可以接受，然后小艇就让我产生了所谓的疑惑。你看到它有直线的这个纹路，我觉得很 OK 啊，而直线的纹路怎么会曲面这么大？曲面这么大，还加上了3条横线，我开始想到我高中打篮球的斯伯丁的那颗篮球，它好像也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它的这个救生艇的设计到底是谁设计的？我真的觉得很纳闷。好，我们翻过来看正面，跟 Verifier 一样，里面没有推出孔的设计，所以单就是看上面这一面的话，我觉得它的小艇是个合格的产品。然后看着这一面，我就觉得看到了我高中时代打的篮球。再来一些板件，好，我们看一下它上面的防滑纹路，开得非常非常的细致啊，细致到我开始怀疑说，日本海军的防滑纹路应该没有这么的细致吧？我记得我看过一张照片，其实它的防滑纹路是非常的粗大的，并不是像这个样子。然后桅杆，然后我觉得，我的桅杆怎么会这样子？前后变形。对啊，它不在同一个点上，它已经变形了。然后从这边看，它也是歪七扭八的，所以证明边境的产品的塑胶的特性真的是非常的软啊。好，我们再来看主剑桥，主剑桥可以接受啊，因为它上面的铆钉也开得很细致啊，开得算 OK。然后该上蚀刻片的环境的地方都有开出预留孔，这一点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后指挥所它也开得很漂亮，这个真的很漂亮。这两个品项以富士美跟青岛社来说是真的比不过边境这个东西。然后来，我们来看到剑桥的后墙，也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锐利啊，孔都开得很漂亮，好，然后前剑桥的上层建筑物，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区块是使用油布甲板的分色，这个区块有看到压条的痕迹，对，这个地方的上色就是咖啡色，然后前面就是甲板色，就灰色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一些防空炮平台，上面有防滑纹路，防滑纹路也是非常的细。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它有设计出蚀刻片的定位孔，这是安全框，就是射击限位器它所安装的位置。这个有开出来，我觉得这个预想的还不错。好，然后它的主舵，再来，好，第一层甲板一样，它的甲板纹路都是切齐的，甲板纹路都是切齐的。来，我不得不说在甲板上，它有些塑胶零件是开的相当的锐利，这不得不说。但是它的后飞行甲板的这个区域，在施工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复杂。你要先上哪一个颜色，你必须要想清楚你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做，因为这个部位是没有任何的改装套件给你改的。你要先分成看军舰灰，
还是先分成油布夹板的咖啡色啊，还是先上金属压条的金色？这个就见仁见智，看个人怎么样组装是最方便的。对，这个到时候组装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然后我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96式单装防空机枪的座在这个部位。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96式单联装防空机枪的座有2种，一个是镂空的，一个是实心的。那镂空的这个设计，我觉得更逆天。你上完了甲板的颜色，你还要去分色这些小东西，然后还不要污染到下面甲板的颜色，然后又在这么狭小的一个区块里面，你还要做遮喷。真的是蛮费事的啦。对，这个设计蛮费事的。好 ，OK， 再来我们看船身的部分。中国大陆境内有一些摩友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就让我觉得说，边境的它的船身上的铆钉开得非常的奇妙啊。然后我刚拿到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铆钉我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我已经有老花眼了，在看东西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当我拿近仔细看了一下，我说它的铆钉的走向非常的奇特啊。这边有凸钉上面是没有，这边都是凹钉，全部都是凹钉。然后到这个地方，它的铆钉纹路就不一样了，然后变成凸的，这个地方变成凸的啊，然后并没有跟在它的装甲的纹路上。我就觉得它的设计是怎么会这么奇怪？好，然后再看这边，你看它的铆钉变成直线往下，没有跟着装甲的纹路跑。然后后面这个区块也是一样，这个地方变成垂直的，铆钉变成垂直的啊。那我现在应该把你所有的铆钉都铲掉补平，还是我要自己想办法去补铆钉上去？我觉得这个就还蛮累的啊。然后因为他把铆钉设计的地方是有靠近转角的。靠近转角的地方，它有设计铆钉，所以很有可能会导致说，你的模型在离模的时候会造成所谓的铆钉被拉到变形。这里铆钉就拉到变形了，会有点长条形状，这里也是，甚至有的铆钉是不见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冲绳那个玉泉洞里面的那个钟乳石，这长相就很像这个东西，凹凸不平。OK， 这个就是船身的部分。再来，好，为什么边境它可以把这一盒模型卖不到100块美金啊？第一，它的塑胶板件做出来就是长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好，第二，它的蚀刻片 ，stainless 蚀刻片1片、2片、3片黄铜蚀刻片1、2、3。要去挑剔它的蚀刻片吗？ Stainless 的蚀刻片，它在制作上它的硬度非常的高，所以你在切蚀刻片的时候是非常的耗损你的刀子啊。好，那这个就算了，毕竟刀子本来就是可以更新的东西，然后它的蚀刻片，说实在的，它的设计排版，我觉得也算是合理的，可以接受，这些都可以接受。然后不得不说，它这一次所使用的黄铜蚀刻片，它所开出来的链子栏杆、桅杆这些东西它开的比较漂亮，实在，这个真的是比较漂亮然后一些环境的部分一些需要改装的支撑都在这些地方。然后小艇上面的东西也有，然后主炮旁边、测距仪旁边的东西，这个也有。好，除此之外，它蚀刻片的数量比较少，而且比较小张，所以它的成本就已经下来了。第二，它大量的使用了所谓的3D 列印件。3D 列印件
就不需要使用钢制模具来做注塑的这个动作。对，而且它不受模具的限制。我们都知道，钢制模具它必须要你生产到这个套件生产到一定的数量，才可以回收你的开模的费用。那 3D 列印件，你就是图画好，你预定几套就生产几套。那你要说这东西不好吗？它已经帮你把所有的细节都设计在上面了，所以你只剩下一个困扰，就是你的上色会比较难上色。其他我就觉得还好，应该是算简单的。然后127高射炮，还有东西掉在里面，真的是整撮掉下来的。OK， 127高射炮，看起来还可以，实际上拆下来好不好拆，我们到时候制作的时候，我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你真的对 Border 的金刚有兴趣的，那我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制作的时候把我所遇到的问题分享出来，让大家知道它到底是问题出在哪边，那要怎么解决。然后这个就是 3D 列印件的整个烟囱。3D 列印件的好处，它可以省掉你非常多的时间。可是问题是它的缺点就是 Border 它并没有制作塑胶的烟囱给你，所以只要你的 3D 列印件的烟囱一坏，你就没有零件可以使用，这就是缺点。你看上面的这个环晶，这里已经断了，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已经有问题了，就是我在制作上我已经没有零件可以用了。然后爬梯的粗细程度非常的粗糙，就不像蚀刻片该有的表现，所以这个地方它使用列印件，我就觉得实在是没有那个意义，它可能只是让你组装的时候比较省时间而已。然后我们再看 Border 的这一套金刚号，从上市到现在应该是不到1个月。然后它到我的手上的时候，它的 3D 列印件已经裂开，这个地方是已经裂开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裂开，包含很多小的排烟管从中间都已经断掉。那它到底是让我在制作的时候可以省下更多时间，还是制造我更多的困扰？现在变成说我买了这艘船，我连要使用塑胶件的选择权利都没有，因为它的零件里面就是没有烟囱的塑胶件。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成本可以压下来，它可以卖的不到它可以卖到100块美金左右的售价，就是因为这样。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等我制作完了另外一艘大和号，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情要做，影片要拍，所以我会尽快的把 Border 的金刚给制作出来，然后就是以一个很基础的玩家的角色，再不做任何的修补单纯上色这样子下去制作，并且使用原厂零件下去制作。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还要再购买其他第三方的零件回来去制作这艘船，就已经失去了我购买这艘船的意义。所以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OK， 好，各位拜拜。